大家好，我是 Ason 啊。那今天呢，我們做了一個非常之特別的這場比賽。那究竟呢有什麼特別？那就是對面這個敵人呢用的一支英雄是我們的 Starter Attack， 對，就是那個突擊兵長啊。對，那你可能想說啊，突擊兵長 Starter Attack 很常見嘛，基本上每個人都會用，每個人都會有。但是如果跟你說，它是用來做這個主要英雄的話，那你應該是真的沒有看過。對，那這次啊，就來看一場跟這個主要英雄的 Starter Attack 或者是突擊兵長打的這一場比賽。對，那影片開始前呢，也是那句，如果你喜歡了，先訂閱一下，謝謝。那這次啊，我就希望那個訂閱大家可以真的點下去，因為什麼？就是如果大家知道 YouTube 啊是可以用來賺錢的，如果你的影片有人看的話，那我的頻道啊，基本上它 YouTube 開一個盈利就是賺錢功能呢，有兩個條件，一個就是你的影片總觀看時數就有4000，就是4000個小時。對，那另一點就是你的訂閱要1000啊。那通常呢，很多頻道都會卡在這個4000小時那邊，就是它的訂閱可能會漲得很快，但很多頻道都因為沒有4000個小時觀看時數啊，而無法做到這個盈利功能。但是我這個頻道就有點不同，我那個4000小時早已經到達了，就是我已經超過了4000小時了。就是它的那個要求是1年內你的那個 YouTube 觀看時數要4000小時。對，那我已經做了7、8個月了。其實我已經超過了4000很久了，那所以的話，現在但是我的訂閱才200多，那所以的話，如果你真的要支持我的話，請你大力的把那個訂閱按鈕按下去，對，因為真的會幫助我很多，大家知道嗎？這個頻道除了我的聲音跟這個戰鬥影片之外，全都是用 AI 做的，對，就是什麼封面圖啊、什麼字幕一些，然後 AI 算是方便，當然了，他要的是就是你的錢啊，就是你要用錢來買方便。所以的話，如果我的頻道能開這個盈利，當然是最好的。所以的話，如果你是真的支持我的話，請把這個訂閱按鈕按下去。對，謝謝支持。那如果你是已經依照訂閱的那個觀眾的話，那就非常的感謝你啊！如果你更是從一開始就訂閱到現在的話，我就真的非常的感謝你。對，那我們就回到這個影片裡面。那打這個 Starter Attack 啊，其實是一個就是跟之前所說非常之反傳統啊。為什麼反傳統？因為以往的對戰就是兩邊的對弈啊，都是兩邊一起衝過去然後打架嘛。但 Starter Attack 的不同，Starter Attack 都是它的，因為是遠程攻擊啊。那遠程攻擊的話，它要做事情什麼？就是不停的開槍，然後不停的避開對面的攻擊，然後開槍，這才是他的那個 Starter Attack 的主要打法。那這樣的話就會發生一個問題，就是那個戰役啊，如果對面那個 Starter Attack 是不開劍的話，那個戰役就會拖很久，就是每局都會打非常之久。而且你因為它是用遠程攻擊的原因，所以你是不能跳起來，因為你一跳起來就會被他那個步槍啊射下來。對，所以呢，我們的打法又是我們最熟悉的打法，重低打法又要上場了。對，重低打法就是跟那個 Starter Attack 對弈的其中或者是唯一的一個打法，因為其實 Starter Attack 那個射就不就是等於我們 Alpha 的重低嘛，就是兩邊都是需要用遠程武器來對拼，才會導致這個比賽能順利的進行的。不然的話，如果你是不停的跳過去的話，你是會很容易被對面不停的射下來，然後導致你非常之苦惱，非常之麻煩覺得對面。所以的話，我們打這種比較非一般的玩家的話，我們就盡量啊，對面用什麼就是用對面擅長的招數來對付對面。如果对面用遠程攻擊的話，我們就要用回遠程攻擊。但是我是不擅長用一些遠程的那些角色啊，例如說什麼Starter Attack 啊，或者是什麼魔彈線，我是很少用。那所以呢，我就用 Alpha 來代替我的那些遠程攻擊。那 Alpha 的話，就是剛才所說重低
重地就是那個比較算是遠程攻擊啊，雖然不是特別遠，但也算是遠程攻擊的一部分。所以我就會用那個 Alpha 的重地來不停的跟他對戰。那大致上就這樣。那怎麼對？那我們很簡單，就是要一邊避開的子彈的同時，一邊抓他的那個位置，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困難的。那你的過程會讓他射到，或者會讓他打到啊。對，所以的話我們又是以前那句基本功，又是基本功了。OK， 這邊就是避開的同時抓到他那個滾那個位置，抓到的話就可以給他黑毛 combo， 我們的主要輸出的這個角色黑毛啊。那不錯不錯，那這邊抓到，那很明顯他剛才失手了，不然的話他應該是能反鎖了 spawn cam， 因為以前所說啊 spawn cam 只要用遠程武器就可以打破這個 spawn cam 的局面了。OK， 這邊又抓到，不錯，那個開頭開得不錯，那抓到他3次，那抓到他3次，基本上他選之後讓我大幅度拉遠拉大那個距離。OK， 這邊就他反 spawn cam 成功了。那我們這樣的話基本上就不用怕，因為已經 spawn cam 到這個技能階段，我們就可以直接開技能。OK， 做到，那我們小心點啊。那他的頭盔應該有劍，哎呦，可惜，哎呦，哎，可以，這邊掉上去的話我就沒有跌傷了，我就不用怕。那不錯啊，他的頭盔算是已經浪費了，我們到 OK， 頭盔開了，那我們小心點啊。那我們直接可以繼續黑馬combo，應該他是沒有什麼其他的那些反抓。這邊要翔太披風，可惜，因為這邊其實他也有一個比較麻煩的點是什麼？就是他那個披風啊，因為他的披風啊是很小數會裝在那個主要英雄上面，所以他因為大家知道，如果你的裝備裝在主要英雄上面啊，你的 CD 會傳的比較快一點。這個究竟是不是真的？那其實我覺得是真的。或者有人說是這個是心理因素而已，但我覺得放在那個主要英雄身上的裝備的確是會傳得比較快，那個就信不信由你啊。那反正我是相信了。OK， 這邊的話他已經沒選了，而且他的一些反裝已經開了披風，那基本上就不用怕。OK， 這邊的頭盔也開了，那我們頭盔跟披風也沒有的話，我們就可以把它打下去。可惜差一滴，那抓他一次他就死了。OK， 這邊來我們的星殼披風，不錯。來到最後一回合，第5回合啊。所以打這個沙灘有什麼需要注意？那第一點啊，我們就要避開子彈的同時，要盡量抓他的那些滾的那個位置，然後用那個超重重敵來抓他，或者你有其他遠程武器都用其他遠程武器來抓他。那第二點就是小心他那個披風，他那個披風應該是我覺得是他整隻英雄最大的一個威脅點了，因為他有那個披風的話，就等於他有一張王牌在手上。當他有那個王牌的時候，你是寸步難行啊，就是你有時抓到他。你又不能把它 combo， 因為它有那個披風嘛，那個披風就是你打它，你就會結冰，然後它就可以給你不同 combo， 例如說它可以把你消技，或者把你噴裝之類的。因為昨天還是前天不說過，通常冰披風抓到的一些角色，都是沒有反裝的，很大幾率。所以的話，被他冰披風抓到的話，其實你是蠻危險的。OK， 這邊的話他應該沒子彈了，那很明顯，我就趁着他沒子彈那個瞬間把他抓住。那我們小心點啊。OK， 那不錯，他應該是換子彈，我們衝過去。就沙大太其實也有一個缺點，就是他的子彈比較少一點。雖然他那個追擊模式啊，就是那個槍比較大一點那個模式，他是不會耗子彈的，但是他那個普通步槍模式是會只有13發子彈，好像是。那我們就在他沒子彈的時候，就不停地衝過去，因為沒子彈的話，他是打的會比較很辛苦的。對，這邊的話小一點，他的披風應該也好了，所以呢，我們就盡量把一些 combo 就變成那個空中 combo 或者是地下 combo， 就不要站立 combo， 因為冰披風是可以在只可以在站立狀態使用，所以呢，我們就不要在站立狀態的時候給他任何 combo。對 ，OK， 這不可惜啊。那我的血量是比他少了一半，所以的話是有點麻煩了。就是我們現在不能給他一些站立狀態的 combo， 因為他有冰披風，而且我們的血量是比他少
一點點，現在都拉回來了，所以的話就非常之劣勢啊，算是。這邊東西撞過去，那我們就別打他，因為他有避蜜蜂 ，OK， 騙到，不錯不錯不錯。這邊騙到他的披風的話，那就他的那個危險性就少了很多很多，基本上我們的進攻就會多了很多選擇，我們是可以用避蜜蜂，例如說，然後再把他那個頭盔騙出來，看他用不用。這邊他應該要用了吧，因為我的黑毛其實危險性挺大的。哎 ，OK， 還不用。哎，原來是已經DT了。那我們他還有頭盔啊，應該是。哎，可以啊。那我們用頭盔，然後看能不能 ST 把他抓住。哎，抓到，那應該他死了。那最後記得訂閱一下，謝謝。